大人，婉儿见他是王爷之子，便好言相劝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。啊，有这种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师叔，这种事，你要婉儿如何开口？这个单于竟敢生非分之想！不，师叔，他并没有恶意啊。没有恶意，他利用看病之便，在王府之中调戏你，叫做没有恶意？这跟一般纨绔子弟有什么差别？哼，亏他还有个小王爷的虚衔，就算他继承了王爷的爵位，又该如何？即使是贵如王爷，也不能这样不知羞耻。师叔，好了，婉儿，他的病别给他治了，明天把他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禀告包大人，看他还有什么颜面见人，看柴王爷如何向皇上交代。婉儿，哦，原来你对他也有好感。我，婉儿，此事差别颇大，师叔必须听到你说实话。婉儿不能说对他有好感，只是觉得他还不错，就仅此而已。婉儿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，而且这件事也不会有结果。如果你对他真的有感情，你必须要考虑清楚，否则将来一旦后悔，就为时已晚了。师叔，婉儿对自己的一生早有打算，而且不可能因此有所改变。师叔，你应该很清楚的。情之一字，全靠个人。师叔可以听你说心事，却无法替你拿主意。全得靠你自己衡量。今夜这番谈话暂且只与你我二人，若非必要，不会让外人知晓，你大可放心。可是往后，你还要每天面对柴玉，应对之间，你可要自己多加斟酌。多谢师叔，婉儿明白。展护卫直接前往矿场，取得官兵腰牌之后，尽快回到驿馆与本府会合，确认了矿场官兵所属，再做定夺。是。公孙先生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，为防展护卫提前回来，不宜在州衙停留过久。一旦取得刑狱文卷后，托辞回到驿馆，研商对策。是，学生会替大人寻个适当借口离开州衙。好，本府自会适时配合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你二人留在驿馆之中待命，要特别注意，不得让田青离开驿馆，更不许外人擅入。若是此时田青的行踪泄露，对全案有极大的影响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包大人今天要看刑狱记录。不错，请司法参军来厅中一见。回包大人，事不凑巧啊，他因父丧返乡半个月了，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。哦，那青州的刑狱诉讼之事，又交由何人代管？诉讼由副参军暂代，刑狱则由青州捕头郭北负责。好，就叫郭北带着刑狱记录来厅中。
本府就先查查有无疏漏之处。是，下官立刻传他前来。你吹得很好听。笛子可以帮助我静心，与静坐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可是一个人在外面，又不注意天气的变化，恐怕不但静不了心，反而会因为受寒让你犯病。你又找机会教训我，我以后会注意一点，这总行了吧？对了，包大人都在忙些什么？大人最近只是看看军队，查查州政。那他在青州会待多久？不知道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其实，我是想问，你能在青州待多久？我想知道，以后你还能不能每天陪我吹笛子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你该试针了。对，你还是个大夫。婉儿本来就是来为小王爷治病的。我还希望你是个朋友。好了，别再耽误时间了。我要去上厕所啊！去，快去！哎，你不等我了？你怎么才来啊？我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把腰牌给拿出来了。你快来救救我们吧！你不要着急，也不要声张，否则被官兵知道了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果然不出所料。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？我知道。你多忍耐一天，明天把你们全部都救出去。哎，快回去吧。
青州捕头郭北叩见包大人。郭捕头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郭捕头，青州的刑狱之事，目前可是由你负责。回包大人，王参军告假之后，是由卑职代理。既然如此，本府今日要先查阅刑狱文档，你可曾准备受检？是，卑职已将相关档案文书全都准备好了，请包大人垂询。呈上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可是头痛之症又犯了。没事，本府还支撑得住。大人还是回驿馆休息吧，明日再来也不迟啊。不，公孙先生当知本府对既定的行程若无法完成，总是难以释怀。再者，公务为先，又岂能因个人身体为恙而耽误了公事啊？要不，大人，何不将案卷带回驿馆，休息过后随时可以查阅，既能顾及身体，又不影响公务，公私两便，岂不更好？张大人以为如何？启禀包大人，过去也有京官在驿馆审视公务的，与朝廷规制并无不合。也罢，本府就将案卷带回驿馆查阅。郭捕头，卑职在。倘若本府查阅有不明之处，自会传你前去询问。是，卑职随时听候包大人传唤。去，分成几组，把驿馆上上下下全给我仔细找一遍，找不到也得继续找。是，走。他们在找什么？詹大人，田青失踪了。什么？他没有出现在驿馆门口，一定是翻墙出去的。这个田青啊，再三吩咐他不要离开驿馆，可他就是听不进去，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我知道了。大人回府之后，说我马上回来，我把田青也带回来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坐坐坐，客官坐。客官喝什么茶？啊，你是田？嘘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
快去请林老爹来。哦，好。哎，掌柜的，啊？哎，什么？快去啊！田青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半年你都上哪儿去了？官府为什么要抓你？林老爹，林老爹，说来话长，以后再说。丁大婶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他得了失心疯病，现在正在家休息呢。那我去他家找他。哎，几位官爷！哎，几位官爷！哎，陈爷，陈爷，官爷里面请！哎，请，里面请！哎，里面请。来，来这边，这边，请。哎，里边请。等一等。哎，大爷，哎，这是。转过身来。转过身来。是你，还想跑？带走！这儿。让开！凭什么要我让开？抓他干什么？这是衙门的公事，你也敢管？我就这个脾气，越不让管的事，我偏要管。这件事我管定了。一起带走！你竟然公然袭击官差！李靖，快走！一起拿下！是。不陪你们玩了，一群犯罪！不疼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你？快起来！还不快查清楚，田青跑哪儿去了？是。包大人回来了吗？嗯。什么？田青回来了？是。我不是叫你把他杀了吗？他怎么没死？当初是因矿沟不够用，所以……可恶！也不差他一个，你根本是留下一个祸害。属下知罪。赶快派所有人去搜，如果抓不到他，一定会毁在他手里。属下已经派人去了。启禀大人，田青已经进了驿馆。大人，他怎么会进了驿馆？难道他早就在驿馆？大人，早就知道。包大人如果知道，为什么不对我们采取行动呢？哼，你懂什么？勘察军务急如星火，查看州政却慢条斯理。他这是在找证据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包大人就算有个田青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田青是蒙着眼睛上山的，
他根本不知道矿场在什么地方。但是他又逃了出去，难道还是不知道吗？这如果知道，包大人岂不是早就该去查矿场了吗？不能冒一点风险。国北，大人，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，去矿场找范勇，把他带到城外山神庙等我。大人打算？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，不能让他活着。快去！是。曹斌该死，原来只是想替丁忠照顾丁大圣，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郭北发现。当初一定就是他把我绑上山去的。现在郭北发现你还活着，一定会心生警觉，甚至会破釜沉舟，把矿场毁了，把人全给杀了。包大人，快想想办法，我不能害了这么多人呐！天青，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，但是却的确棘手。你先回房去，绝不可再离开驿馆。是，草民绝不敢再犯错。大人，官兵的腰牌已拿到，确实是虎贲营。至少可以确定范勇的确牵扯其中。大人，我们是否要赶快到矿场去抓人？万一范勇真的下了毒手，那些矿工们岂不是死得太冤枉了？现在赶去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们到达之前已经天黑，况且山路难走，能不能找到矿场都是个问题。不要乱了方寸。郭北发现田青依然活着，必然会有举动。田青回到驿馆，他们也会发现本府已知此事。然而，他们却未必知道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。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将郭北逮捕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展护卫暂时不宜出面，你带着张龙、赵虎立刻前往州衙，将郭北带来。张冲若有话说，叫他一起来见本府。是。学生会以询问刑狱之事为由，设法把他带来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公孙先生，请坐。公孙先生，包大人的头痛之疾可是好些了？多谢张大人关怀，包大人已经无恙了。学生是奉包大人之命，来传郭捕头前往驿馆。哦，莫非包大人对刑狱文件有所质疑？详情如何，包大人自会询问。烦请张大人命令郭捕头随学生前往驿馆。恐怕要让公孙先生空手而归了。哦，难道郭捕头不在州衙吗？事有凑巧，包大人离开州衙之后，从城外传来一桩盗匪抢夺杀人的事件。郭北身为青州捕头，责无旁贷，只好立刻出城查办。只怕最快也要入夜之后才能回城了。
烦请公孙先生回禀包大人，等郭北一回城，本座立刻亲自带他前往驿馆向包大人面报。既然如此，学生先回驿馆禀明包大人。公孙先生好走，本座不送了。留步。大人，郭北分明是为了逃避大人的追查，找个理由出城。我想他一定离开青州了。问题是，张冲他究竟是否知情？郭北出城，甚至可能是他的主意。若是与张冲有关，那么显然是郭北眼见田青未死，便会揭露他的罪行，故而起下了逃亡之心。大人，倘若真是张冲指使的呢？那么张冲迟早要向本府交代郭北的下落。然而，只会有一种可能：郭北必死无疑。大人是担心张冲会杀他灭口？不错，只是我们先机已失，无法弥补。大人，可如此一来，矿场必受影响。当然，然而我们却又无能为力。只希望郭北也好，张冲也罢，只要他们心存一丝侥幸，舍不得那座矿场，那些矿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。你把腰牌交给那个人了？给了。他们什么时候来救我们？是啊，明天。明天。明天我们就可以下山了。如果真的能那样，那真是老天有眼呐！哎呀，郝大叔、李大叔，你们可千万别露出一点消息，不然的话就完蛋了。放心吧，小白，3年都忍了，难道这一天都不能忍了？只是不敢相信，梦想能够成真。张大人会来吗？当然会来，你就耐心等吧。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？等他到了，自然就会知道。大人，你们都到了。大人召属下来有何交代？哼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？属下也正奇怪，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，又何必劳动大驾呢？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，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就要问你了。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，你知道？这属下真的不知道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。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大人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让他没有任何证据，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。郭北，
求自夺，你就怪不得我了。都是他的心腹。不，我们听大人的。哼，我背叛他，就会背叛我。包大人查出郭北，却未必查出矿场，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。是。你我要想保命，都要有所牺牲。属下全依大人安排。好，你立刻赶回矿场，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，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。但是要好好对待，立刻将虎贲营指挥，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，通通都杀掉，让人代替营指挥之职，并向全营宣布。大人，这样做的目的何在？我们要预防万一，先把私采金矿的责任全都推在刘通身上。如果包大人没有查获矿场，等包大人离开之后，一切再恢复正常。如果包大人发现了呢？刘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，与你我无关。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？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。到时候你听我暗号，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，就立刻杀他。孤注一掷，把他带去的人全部格杀。刺杀钦差是要抄家灭族的。哼，难道不如此就不是死罪吗？这是我们唯一活命的机会，明白吗？是，大人。把这些尸体都处理掉，他们这是畏罪潜逃，但是却从此人间消失。哦，郭捕头还没有回来。是，下官派他出城，实在也是不得已。包大人如有任何疑问，可以先询问下官。你对刑狱的实际情形知道多少？下官掌管事务繁多，并未实际介入州衙刑狱之事，但却可依大人质询再做详查。你既然不知道就算了，本府只是对几件刑案有所不解，还是等郭捕头回来再说吧。是。大人若无其他交代，下官先行告退。大人，郭北带人去抓贼，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一定是张冲安排他逃离青州，或者是已将他杀之灭口。即使如此，也无法追究，只能证明张冲的确与此案的关系密不可分。眼前所面临的局面已到了紧要关头，必须重新计较。都怪我自己不小心。如果我能够再多忍耐一天，也许就不会被郭北碰上，事情也就不会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。跟你说过，叫你多忍耐2天，你就是不听。好了，闯祸了吧？翟大人，那你说，会不会因为我的粗心而影响包大人断案呢？另外，还有那些矿工，他们会不会也因为我而受到伤害呢？不瞒你说，真有这个可能。
可恨的是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希望他们吉人天相。如果说他们真的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话，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展大人，大人请你和田青去厅里一趟。张冲走了。是。包大人还要吩咐明天的事情，我们还要请慕容姑娘一起参加盐商。田青参见包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包大人。有关盗采金矿一案，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，因此必须掌握时机，立即行动。明日一早，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。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，同府矿场。大人，请让属下明天陪你一同前往州衙，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。不，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。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，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。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，但还是要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。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？本府估计，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。大人，张冲为了自保，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，请大人三思。倘若他真敢如此，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，防范于他，或是不接此案？既然接办此案，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？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。田青，草民在。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，不必做官兵打扮，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。不过，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，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，你可要想清楚是否要去。包大人，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，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。即使粉身碎骨，草民也绝不害怕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，去吧。是，草民告退。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，若要将他拘捕归案，迟早免不了一战。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，想必武功不错，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？大人放心，属下有绝对的把握。不过，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。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，在。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4位了。展大人请放心，我们兄弟4个会和大人寸步不离。张冲如果想伤害大人，除非他先杀了我们4个。请大人放心。好。大人召婉儿前来，可是有事交代？婉儿，本府来到青州之后，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刑案，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，故而未曾让你知晓。大人，其实婉儿早有察觉，只是不便询问罢了。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些。明日本府会有所行动，但是却可能遭到贼人反扑，甚至伤害到你。
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不可离开，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。倘若并非本府所派官兵，你万万不可随他们离开，你可明白？婉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，请大人明示。你只要留在王府之中，王爷自会安排你往后的行止。至于原因为何，本府还是希望你置身事外的好。大人，既然关系到婉儿自身，婉儿应当有权知道，还请大人明白告知。这本是本府查办之案，与你无关。你来青州，乃是奉皇上旨意为小王爷治病，本府不希望你牵扯其中。婉儿的确是奉旨来青州，可是既然同大人同来，当归大人管辖之内，还希望大人对婉儿一视同仁。大人，婉儿说的没错，她来自宫中，对于保守秘密自有分寸，让她知道案情不会有所影响。大人，让婉儿姑娘知道案情的始末，对她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。属下认为她有权知道。也罢，就请公孙先生将全案做一说明。是。你怎么这么晚来王府？你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？情况紧急，等不到明天了。出什么事了？矿场逃了一个工人，进了驿馆。包大人已从他身上追查到了郭北，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把采金矿的事情全都揭发出来。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这样会毁了我们全部的计划。我已经做了处置，查不到我身上。你负责矿场，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解决。我能解决，可是那座金矿恐怕就保不住了。可是我们离50万两还差1半多，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。金矿没了，还可以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财。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，50万两我们还是可以抽到的。可是那要等上5年甚至10年。情势所迫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住那座金矿，除非如何？除非把包大人和他一起来青州的那些人全部都杀掉，而且不能有一个活口，如此才能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。锄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，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，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，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